Hello， 欢迎来到现在佳佳，我是佳姐。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怎么和阿嬷解释 How do you explain blah to your grandmother 的系列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，这个系列的灵感呢是来自于现在科技也很流行的一个面试问题：你怎么和阿嬷解释某一个复杂的概念？然后我们会试着用通俗的语言去解释这个复杂的概念。那么我常常讲，作为一个产品经理，我觉得这样的能力在和各种各样专业的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很有用的技能。因为你合作的对象可能他并不是非常精通科技或是商业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能够很快的去了解对方，一起合作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怎么和阿嬷解释牛市和熊市。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你的阿嬷常常在看股票的话，其实这个概念对她来说应该是一点也不陌生。形容的是投资市场它的现况是走高还是走低。那么这两个名词是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。牛市就是 bull market， bull 就是公牛或是斗牛，而熊市则是 bear market。那么今年是2020年，因为全球受到 COVID-19 的影响，股市波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。我们在一年之中，熊市和牛市我们都已经经历到了。从年初，我们从美国历史上最长的，总共持续了将近11年的牛市，在2月份的时候结束了。在2月份的时候，我们进入了熊市。不过，靠着财经政策的刺激，再来就是科技股的优异表现，我们目前又回到了牛市。可是你可能会想说，这两种动物感觉都还蛮雄壮威武的，为什么一个代表走高，而另外一个代表走低呢？我有的时候还会听到有人用错，因为 bear 难道不是说这个熊熊的很有力吗？好，我想到一个形象可以帮大家不会搞错就是在华尔街街角呢，有一个很有名的街头艺术，它是一个非常强壮，感觉怒气冲冲、蓄势待发的铜牛，它就叫做 charging bull。 它的寓意呢，就是代表所谓的牛市，希望华尔街天天都是牛市。对啦，所以牛市代表的就是目前股市在一个持续上扬的状态。它的定义是股市的股价上升了至少 20% 以上。为什么是牛呢？到处查了一下，看到最常见的解释是和牛攻击的时候它的姿势，牛角是向上有关。在中文里我们也会说多头，代表在交易所里面万头攒动的状态。比如说好了，在2008年次级房贷危机，股市大跌之后，经济开始复苏，从2009年中到2020年初，这11年被认为是美国最长的牛市。在这段时间内，道琼斯工业指数呢，从6000多点涨到了将近3万点，一直到今年2月的 COVID-19 开始在美国肆虐。那在1个月之内，我们知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又从3万点跌破了将近19000点，它的跌幅高达 40%， 正式的进入了熊市。好，那熊市的定义呢，则是股市的股价下跌了至少 20%。 这个解释也和这个熊攻击的时候有关就是熊攻击的时候，熊掌是向下滑的。那么在中文里面，我们也会说是空头。当然啦，每天每分每秒股市有涨有跌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。如果下跌的幅度多于 10%， 但是还没到熊市的程度的话，我们则会叫做 market correction， 也就是市场修正。如果投资人觉得市场是看涨的，我们也会用 bullish 来形容投资人的态度。反之，如果投资人觉得市场这个接下来会跌，我们会怎么形容呢？那我们就会用 bearish 来形容。具体这个词怎么用呢？好，比如说当英国退出欧盟以后好了， Investors are bearish on British pound， 投资者对于英镑是看跌的。那么牛市一定好，而熊市一定不好吗？首先我们要说的是，牛市和熊市它的主要意义呢，是在表现某一段时间里面市场的情况和投资人的信心。投资人的信心如果是高的，市场自然会上升，表现出来的就是牛市。所以说它的统计数据的意义比较大，但是很难单独用来作为预测未来的工具。比如说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里面，
在2009年3月，因为次贷危机，美股市场跌到了最低点。在那时那刻，理论上说来，美股是在熊市里面的没错，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只有6000多点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不乐观呢？对于多数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人来说，是到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在那时那刻也是接下来经济复苏的一个起点。因为政府推出了低房贷，重整了银行产业，大型金融公司也开始获利，种种的原因使得了2009年3月成为接下来美国11年最长牛市的一个起点。当然，关于市场趋势的投资学说非常多，也要说明是我个人不是所谓这个专业的投资人士，也一直在学习当中。我能想到的最专业的投资人士，那莫过于股神巴菲特了。如果你和巴菲特一样也是贯彻价值投资法 value investing 的话，那你一定知道巴菲特对于猜测市场走势的这个方式 market guessing 是带有一个批判的态度的。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他在1966年给股东写的信里面的内容。那大家知道巴菲特每一年都会给股东写信的吗？那在这封信里面，他就举例说，1966年当年2月到5月，股市下跌了大约 13%。下跌了之后呢，就有合伙人打电话给他，表示他们觉得股市应该会进一步大跌，可能会进入熊市，可能还是把一些股票卖掉比较好。作为股神，巴菲特当然不会直接全盘接受这个观点，而是会去理性的思考。他思考了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和他的股东们说，如果我们的合伙人在2月道琼斯指数下跌之前就知道股市会大跌 13%， 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告诉我呢？那这就延伸到第2个问题，如果合伙人在2月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5月的时候股市会大跌，为什么他们现在就会知道未来股市会继续跌呢？根据经验，巴菲特总结，他发现每一次股票下跌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人建议他，不如把股票卖了，我们等情况明朗一点再说吧。但是巴菲特向股东阐述2个很重要的论点。第一个就是在股市上涨的时候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叫我们等情况明朗呢？虽然事实证明1966年2月，虽然股票似乎是在上升的，但是当时的前景其实也不甚明朗。再来，巴菲特重申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去影响市场的走势，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明朗的。他也不会因为有某个星座大师告诉他某某股票会下跌，他就违背了他一贯的投资原则，去卖掉估价低于实际价值的个股。当然咯，每个人的投资策略都不太一样，不过我觉得重点是，不管你的投资策略是什么，理性的思考最重要，避免用单一的片面的信息去决定你的大局。好，今天对于熊市和牛市的定义也讲了不少。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欢迎你和我们留言哦。如果你有朋友对这期的内容可以产生共鸣，也请你分享给他们。最后，想要看到更多关于西岸科技和商业的内容，也请你订阅这个频道哦。西岸佳佳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